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。在父母离异之前，我家曾经度过一段小康的日子。那时候，父母常常好几天不在家，所以为了照顾家中的长辈跟我们家出现了所谓的非籍移工。非籍移工，顾名思义就是菲律宾裔，远离家乡的国外工作的人。父母奔波以外，我哥常被送去各种补习班、安亲班，浪费人生。而长辈则是很无聊，所以从我有意识以来，跟我相处最多时间、陪我长大的就是每2年会换一个的帮佣。当然，早期的那些我已经没有印象了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小。今天要讲的是我们最后一个帮佣，也是我最有印象的帮佣，她的名字叫做 Lisa。其实，在上一个帮佣的2年合约到期后 ，Lisa 本来不会是我们的帮佣，而是这名叫做 Blam 的帮佣。神秘的 Blam is very 坏。才刚来到家里的第3天 ，Blam 消失无踪，而消失的不只是 Blam 的躯体，还有家里部分值钱的财产。没错 ，Blam 是个贼，不只是个贼，还是个精明、不怕被通缉的勇贼。家里人的各种无奈传递到6岁的我的耳里，开始对帮佣这个角色充满愤怒。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敌人，混巴蛋。一段时间后，Lisa 穿着朴素的衣服出现在了我们家。她是代替 Blam 的新帮佣，但是6岁的我早就开启警备模式，认定 Lisa 就是 Blam 2.0，家里的和平由我守护。6岁智商的我做了非常过分的事。在 Lisa 来的隔天，我就潜入了她的房间，把她才刚从行李里拿出来安顿好的各种物品弄乱七八九10骚。但说是一团乱，其实只是布置成一团乱，像这样，还有这样。因为我是苏拉，我看着我的杰作，抱着等他发现我就要被骂惨了的心情，我就睡了。隔天早晨，露面啦，起床喽！我对于自己竟然能一觉睡到天亮，而不是半夜被拉起来打到喷血这件事感到困惑。而叫醒我的人正是 Lisa。吃早餐前，我偷瞄了一眼 Lisa 的房间恢复成原样。很明显的会搞破坏的人只有我，总不可能是我妈或我爸，甚至是我奶奶吧？但是她没有告密，也没有趁家人不注意时把我的脖子捏成粉碎。那一刻起，我开始后悔自己的愚蠢行为至今。Lisa 很快就让全家人留下了最好的印象，温柔、脾气好、工作能力强大，甚至还很认真学习中文，也方便跟家里的长辈沟通。而她的工作也包括确保我的3餐成功进到肚子里，还有送刚上小学的我上下学。某天回家的路上，露面啦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哦，寿司 ，sushi。OK。隔天，餐桌上出现了制造寿司的全套装备：猪卷帘、海苔、饭以及各种预备好的材料。来，我们来做sushi。Lisa 抱着给人吃鱼不如教他钓人面鱼的心态，让娇生惯养的我体验了第一次的下厨。当然，所谓的下厨也不过就是把他准备好的食材放上去卷起来而已。哇，这是谁做的呀？露面啦，是哦，那么厉害，以后可以开海产店呢。呀，当日本媳妇，いらっしゃいま不要せ。日本。时间过得很快 ，Lisa 变成我每天花最多时间相处的人，就连我被家人骂时都会躲到 Lisa 的房间讨拍，有时甚至还 Lisa 被骂。Lisa move。又某天，我爸就像全中华民国的爸爸一样，穿着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。那天，他一如往常的穿着内裤，正在跟 Lisa 讲话。我们来比赛，看数到3，谁先冲过去把爸爸的裤子脱掉，谁就赢了。我哥突然对着当时智商还偏低的我说道。当时的我只知道这就是另一个兄弟之间的日常竞赛，稀松平常。3、2、1。我跟你讲，下次买菜的时候就用。
那天我被我爸打到全身不遂，虽然是我哥的诡计，但我有理说不清。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人性的黑暗面。虽然我爸可能才是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，或者是 Lisa。碰到天塌下来的事情，甚至是看到我爸机器都扛得住并用一贯的笑容面对的 Lisa， 根本是实体版的仙杜瑞拉。即使穿着朴素，还是藏不住她高雅的气质。于是，一段时间又过去了。小少爷，有人来接。不，几岁了还要人接？我6个月大就自己上下学了。她是你爸的小老婆吗？越南新娘变你妈妈。嗨，你当我空气是怎样了？你以为我不敢讲脏话？你竟然敢惹我师父！你完蛋了啦！他哥哥是高年级的耶，你惹不起啦！你在挑动我的神经，种种屈辱犹如五雷轰顶，四目交接，我怒火冲天，忍耐真的有个极。你干嘛？不许碰他！那天就是那么戏剧性，被比他高1个头的女子用不标准的中文狂吼的我同学，她笑到屁股爆开的脸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脑里。但更让我清晰记得的是不曾失态，纵是面带微笑的 Lisa 的暴怒的神情。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她暴怒。Lisa 下礼拜就要回国了。老公跟儿子在菲律宾，回去买车买房，过好日子。你这个年纪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家里现在的状况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这么多年来为了家人，一个人在台湾努力工作的 Lisa 终于可以回国跟他们团圆。直到启程的最后一天， Lisa 都像第一天一样用心的拖地，差别在她的鱼尾纹多了3条。Oh, Romy, don't cry. You see, because you cry, I cry too. Next time we meet, you make sushi for me, okay? Sorry, I messed up your room. That's okay, Romy. 要是故事停留在这里的话，就是一个暖心的小故事。但是温柔的 Lisa 并没有被世界用相同的方式对待。回去菲律宾不到2-3年 ，Lisa 的丈夫与儿子被人杀害，又因为这样那样，回到什么都没有的她再次回到了台湾。我们有幸被她新的故事招待去跟几年没见的 Lisa 吃一顿饭。久违的 Lisa 带着一样的笑容，头发的面积有一半变成白色。这一次她的待遇很不一样，在比我们家大3倍的豪宅里，她的房间只有一张双人床的大小，并且就长在厨房旁边，仿佛它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厨具而已。用餐时 ，Lisa 不能跟大家共用同一种餐具，也不能在同一个桌子用餐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中古世纪才发生的事呢？相比很多人，我们非常幸运，但这不代表我们比较香、比较干净，更绝对不代表比较善良。任何跟我们肤色、职业、性别、年龄不同的人，都一样是地球人，只要平等对待就好，不用特别善待，因为这样就够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频道的第一支影片中的第一个登场的角色，名字就叫 Lisa 哦。虽然不是每个人家中都有帮佣，但大家的生命中是否有像 Lisa 一样的角色存在呢？也许是家人、亲戚、
朋友、老师、辅导老师等，陪伴着我们度过重要的时刻。又或者你可能正在独自经历难熬的时刻，心里不舒服的时候，可以玩塞尔达，或是听音乐、做运动、出去走走、找人聊聊等等。如果情绪已经困扰一阵子了，可以找学校辅导老师、心理师谈谈心事。如果已经严重影响睡眠、饮食跟生活步调，可至身心科诊所、门诊找医生协助。此外，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亦有提供社区咨商资源，12区健康服务中心、13处咨商门诊、咨商资源转介等。若有相关需求，可拨打社区心卫中心咨询专线0233937885，或上官网查询相关活动与资讯。卫福部官网也有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区，大家可以上去看看有什么资源哦，或咨询中央免付费咨询电话1925。你不用一个人面对，寻求帮助更是一点都不可耻。一个人 emo， 不如大家一起 love more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你也是地球人吗？真巧，我也是。接下来继续上面会员小饼干。贾云、李塞库莫、谢晨如、奶茶先生、Ini Pen、战神露露米等，春天、米亚比、橘猫米亚比、Kitsuneko 米亚比、Leo 黄、林露 Mea、林长长、黑糖鱿鱼蛋、Meu、Lin、Muiz、YX Lan、Mara Lee、西斯卡、Olivia Xu、Jada。感谢各位，就这样咯，晚安。